性卵巢无法根治怎么办呢？为何更年期一到免疫系统就出问题呢？巧克力囊肿如何逆转呢？子宫内膜异位患者的饮食要注意什么呢？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Dr. Lin。现在女性的生活紧张、压力过大，再加上饮食精致化，造成妇科疾病越来越常见。之前我拍了一系列的这个妇科影片，陆陆续续我有收到许多粉丝询问关于妇科相关的疑难杂症，今天我就来一一回答这些问题。多囊性卵巢如何根治？有位粉丝留言说，他受多囊性卵巢困扰10多年，吃避孕药吃了10年，结果免疫系统坏掉，变成自体免疫。他说，越来越多人得到多囊性卵巢，却又没有明确的治疗方式，而且还影响外貌，像是长痘痘、多毛症。那要怎么办呢？多囊性卵巢本身是多重系统multi-system 出问题所导致的疾病，它是血糖、胰岛素调节系统、荷尔蒙系统与肝脏代谢系统同时出了问题。当一个系统出状况的时候，通常也会延伸到其他系统。像这位粉丝的例子，就是荷尔蒙系统出现了问题，拖久了之后，结果影响到免疫系统，导致自体免疫。由于避孕药本身就算是 exogenous 外源性的荷尔蒙，也就是所谓外来的荷尔蒙。当荷尔蒙的量不平衡，或是当荷尔蒙的代谢出问题，就会加重体内的发炎反应。若本身刚好又有自体免疫的基因遗传，那自体免疫问题就可能被诱发出来。所以像这位粉丝的情况，就是因为一开始他没有根本的去解决荷尔蒙系统的问题，日积月累之后产生连锁反应，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。其实唯有调整体质，让每个系统都恢复正常的生理机制，才能够彻底的逆转宿疾。更多关于荷尔蒙与自体免疫疾病之间的关联，大家可以去看健康聊心室的第35集哦。巧克力囊肿如何逆转？巧克力囊肿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延伸，也就是子宫内膜细胞跑到卵巢上不正常的增生。其实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种多重系统 multi-system 出问题的疾病，它是荷尔蒙系统、肝脏代谢系统与免疫系统问题交织而产生的。在正常的情况下，子宫内膜细胞应该要好好的待在子宫里，当它跑到骨盆腔的时候，免疫系统的白血球会去捕抓这些乱跑的子宫内膜细胞，进而把它们摧毁。但在巧克力囊肿患者身上，免疫系统却没有正常的运作，甚至导致严重的骨盆腔发炎和经痛。在动物实验曾经有发现，照射放射线和一些抑制免疫功能的毒物，都会增加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罹患率。因此，跟前面提到的多囊性卵巢一样，你都必须要逐步的去修复每一个系统，才能彻底的逆转巧克力囊肿。关于更多如何逆转巧克力囊肿，欢迎大家可以去看健康聊心室的第16集哦。子宫内膜异位发炎恐导致卵巢癌，怎么办呢？有位粉丝留言问，子宫内膜异位症长期发炎会导致卵巢癌，有什么解决方案呢？刚前面我有提到，罹患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人，通常免疫系统是有问题的。若长期没有去处理这个问题，久而久之，当免疫系统逐渐弱化，而且荷尔蒙系统也越来越不平衡，癌细胞就有可能跑出来。再来，子宫内膜异位或子宫内膜增生，某种程度就是细胞不正常的变化与增生，只是它是良性的，尚未有转成恶性的。正常的细胞是不应该到处游离或增生。若根本的多重系统性问题没有解决，良性跟恶性常常只是一线之隔，而癌化只是时间的早晚。子宫内膜异位长期用中药控制有帮助吗？另一位粉丝留言问说，子宫内膜异位长期服用中药来控制发炎，会帮助到病情吗？首先，发炎是一种症状。再来，在不同地区种植的草药有不同的名字，例如中药是指在中国种植的草药，西方草药只是指在西方种植的草药。不管是中药或是西方草药，草药也就是所谓的 herbal medicine， 的确能够控制发炎。可是西药的消炎止痛药也能控制发炎啊。大家可以自己判断一下，难道控制的发炎这个症状之后，子宫内膜异位就会消失或不复发了吗？当在遇到慢性病的时候，我知道大家都喜欢听医师报名牌，就是说，某个药是不是可以治好某个问题？可是你可能会发现，人家报的名牌怎么会对你没有效呢？其实重点不在于服用什么药物来控制症状，反而你的焦点应该要放在如何把多重系统性的病根 root causes 找出来，一一的拔除，才能
真正的治根。再来，控制这2个字是有问题的，我们不需要去控制疾病，因为人体本来就不应该有疾病，我们应该要拆除生理系统内的像那些炸弹一样的病根，让正常的生理机制回来，如此一来，身体就会回到原本的健康状态，你根本不需要去控制什么。所以大家千万要记得，控制疾病只是暂时稳住局面而已，绝对不是长久之计。更年期与自体免疫的关系，有位粉丝留言说，更年期雌激素是低的，那为什么还会出现甲状腺低下的问题呢？更年期的甲状腺问题是属于桥本氏炎吗？很多使用黄体素荷尔蒙疗法来控制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人，本身雌激素受到黄体素压抑，妇科疾病症状改善了，却反而诱发了自体免疫疾病。那这也是高雌激素所引起的吗？黄体素不是已经把雌激素压制了吗？怎么还会高雌激素呢？其实更年期虽然是体内荷尔蒙浓度很低，但是还是有荷尔蒙的，不是没有哦。荷尔蒙量的多寡的确会影响到健康，而另外一个因素则是荷尔蒙之间的平衡。这位粉丝有提到，用黄体素荷尔蒙疗法来控制子宫内膜异位症，却反而诱发自体免疫疾病。我前面有提到，对于慢性病，我其实不太喜欢用特定药物去控制疾病的这个观念，你应该是要去找出病因 root causes 才对。会诱发出自体免疫疾病，一定是身体有地方出错了，或是荷尔蒙没有平衡所引发的。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抓虫 debug 了。而且雌激素、黄体素、甲状腺荷尔蒙、胰岛素、肾上腺荷尔蒙，这些都是必须要整体考虑进去的荷尔蒙 players。当你为了处理一个问题，却引发其他副作用，这代表你一定不是顺着生理机制在做，这中间一定有需要再调整的地方。第二，荷尔蒙疗法是有用的，但是要看你怎么用，怎么下策略。这就像是同样的菜，但是不同的厨师煮法不同，经验值不同，也是会煮出不一样风味的料理。更年期本来就是荷尔蒙大变动的时期，由于荷尔蒙本身就有免疫调节的作用，若本身都带有自体免疫遗传的基因，再加上其他生理系统同时是有问题的，在更年期的前后，若荷尔蒙之间失去平衡，的确有可能会引发出自体免疫的问题。更多关于更年期前后的荷尔蒙问题，大家可以去看健康聊天室的第33集。子宫内膜异位患者饮食注意事项。有粉丝留言问说，子宫内膜异位患者可以吃蓝莓吗？可以吃黄豆制品吗？例如像纳豆、臭豆腐吗？蓝莓含有白藜芦醇，黄豆制品则是含有大豆异黄酮。那这些都是植物性的雌激素，它们有微弱的类雌激素效果。有些人吃这些植物性的雌激素是没有问题的，有些人则吃了会导致这个状况恶化。每个人的这个体质跟敏感度都不一样，因此建议由医学检验数据和临床状况来整体判断。纳豆富含乳酸菌，是可以吃的，但是呢，我则不建议吃炸臭豆腐，因为炸的油呢已经氧化了，那它会容易导致体内发炎。那建议可以改成真的臭豆腐会比较好。今天的 Q&A 及分享，希望能够帮助女性朋友对妇科疾病有更多的一层了解。如果有妇科问题，一定要尽早寻求专业的帮助，用系统性的方式来处理，千万不要因为害怕或嫌麻烦而把问题放着不管。健康聊天室到目前共有14集妇科相关影片，连结我们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，之后也会持续更新不同健康主题的 Q&A 问答哦。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很实用，欢迎将这部影片分享给需要的朋友们，也别忘了订阅、按赞跟分享哦。健康聊天室，我们下次见。